搞权色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中国体坛炸锅了。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24年，被告人苟仲文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委副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等职务上的权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在企业经营和项目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6亿余元。2012年至2013年，苟仲文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在相关项目收购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对其所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苟仲文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说的这位有点牛逼了，国家体育界一把手苟仲文。2025年12月8日，也就是前2天，央视公开审理通报结果。其实在2024年5月30日就已经被查了，12月被双开，调查了1年多才把他给调查清楚。通报称其严重破坏体育系统的政治生态。关于苟仲文落马这件事，可以说为他那精彩纷呈的人生又增添了戏剧性反转的一笔。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回顾一下苟仲文履职的这整个过程，其实他的这个口碑是一直有一个翻转的过程的。最早呢，他是专家型的这个官员，他是专业型人才，一直干到了这个副部级。后来呢，他调到了北京市工作，之后又去了体育总局任职。再往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甚至被人说成是迫害运动员的官僚。不过后来呢，大家对他的评价就彻底反转了。之前都说什么苟局不苟啊，后来都亲切地叫他仲文同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2届奥运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队的金牌数量确实非常可观，这算是一个衡量标准吧，所以他的口风就转变了。自从去年5月份落马后，他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成了全国上下人人唾骂的狗贼。那么现在肯定无法再反转了，任其有通天之能，恐怕这次他也是无力再翻身了。入狱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意味着他要在大牢中度过余生。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失去自由的晚年生活也确实很无趣。所以人民日报的主任才评论称，还不如一枪崩了，一针住了，死个痛快。其实苟局的落马并不意外，对于关注中国体育界的人来说，包括很多的体育迷、球迷什么的，外界一直都有传闻，说的就是杜兆才落马之后，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鱼没被揪出来呢？这次苟仲文落马，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是中国体育界反腐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了。之前查办到体育总局局长这个级别，还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级别的官员。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苟仲文的履历。苟仲文，男，汉族，1957年6月生，甘肃镇原人，1974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7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和研究员职称，同时也是高级工程师，绝对是一位专业型人才。他曾在当时的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工作，然后一步一步的晋升，应该说晋升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毕竟是个专业型选手。关于前面的内容就不做过多赘述了，都是千篇一律的奋斗励志的故事，大家也不会感兴趣。那么时间来到2002年3月，45岁的苟仲文被任命为信息产业部的副部长，这时候他就正式迈入了部级领导的行列。45岁的副部级，这年纪在官场上还算是相当年轻的。到了2008年3月，他继续担任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1个月以后，苟仲文离开了他长期工作的工信部这个系统，出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那一年呢，2008年，我们知道正好是北京沉浸在奥运会的春风里。履任新职的苟仲文大概也不会想到，就是自己日后会和这个激情燃烧、爱憎分明的领域产生那么多细密的联系。在出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以后，苟仲文主要是负责教育、科技、经济和信息化，还有质量技术监督、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工作。应该说很多都是他以前比较熟悉的领域。除了教育，那么同时呢，因为工作分管的原因呢，还兼任了北京市教育工委主任和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的职务。2013年6月，苟仲文晋升北京市委常委。又过了3年，2016年的5月，59岁的苟仲文履新北京市委副书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来到2016年，体育界这边可以说是万众期待，里约奥运会正式拉开了战幕。
然而等待着广大体育迷的却是中国代表团一份不太尽如人意的成绩单。里约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最终斩获26枚金牌，在奖牌榜上被英国后来居上，排名下滑到了第3位。这是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以来，当时只拿到16块金牌之后的最差战绩了。那肯定不用说了，和一直以来暗中较劲的美国队相比，这个差距是进一步拉大了。这下所有人都看明白了，体坛确实需要一股变革的新风。但当这股新风真正吹来的时候，可以说广大的体育爱好者们也是有点措手不及。2016年11月，国务院任命苟仲文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同时兼任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的执行主席。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之前的履历，应该说是一个和体育毫无关系的门外汉，一纸调令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奥运金牌榜常年位居第2的体育大国的最高体育行政长官。应该说苟局的路子肯定不同于袁伟民这种体育科班出身的前任，倒是跟他的这个前任刘鹏呢有点相似。刘鹏当时是从四川省一把手的位置上调到总局任职的。那么实际上呢，体育总局呢，它毕竟是一个中央国家部委，它是一个行政机关。按照我们现行体制的这种体制内的领导干部的选拔呢，这种交流任职其实也是很常见的。那么苟仲文这个时候呢是59岁，可以说是卡点提拔，正合适。那公开的原因呢，就是说他跟体育界没有什么利益牵连，这个也就是说这外行反而成了他的优势了。我们应该说这种理由在我们这个体制内的组织任用的这个套路里边呢，也是经常使用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掺沙子。就是你这个系统不是很封闭吗？或者说你们都是以这个专业著称怎么样，我给你派进去一些从外系统调进去的人，打破你们这一池死水，这也是常规的用法。特别是咱们这种行政机关来讲，一把手说实话，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大家一贯的认知都是这样，专业能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首先更看重的是沟通协调能力以及统筹驾驭能力。说白了，我们老强调一把手是干嘛的？一把手就是抓班子、带队伍，具体业务可以交给副手去办。那么从道理上讲，这种做法其实也没什么不对，但问题就出在，因为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他明明专业能力不够的情况下，他可能还是会插手专业领域的工作，没有真正把专业人才给用起来，那这样一来可就麻烦大了。另外还有一点，据说苟仲文的提拔任用呢，也是因为他在北京市长期主管教育系统，据说教育改革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就被上头看中了，调去主管体育工作，让他通过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来推动一下体育事业的发展。说实话，这个理由真的有点扯。首先，教育在咱们这种体制下，教育和体育完全是2个系统，它其实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顶多只能算沾点亲戚的边，拐了18道弯那么远。而且听人说，那时候苟仲文在北京市推行的教育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表面上列出一大堆成绩，但实际底层呢，市民、学生们其实并不怎么买账。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说教育局搞的这个改革，核心不就是追求教育公平吗？教育这个事儿吧，有些学校占着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就是大家说的好学校，说白了，还有一些学校确实不太行，所以呢，他就要推行这个教育公平。他怎么搞的呢？实际上苟局搞下来这个教育公平，他是把好学校你的水平降低了，和普通学校水平都差不多了，这就公平了。你说你上哪个学校都差不多了，而不是把那些不行的学校水平提高，向好学校去看齐。那这个实际上后来在体育领域也有体现，就是把某些项目的优势项目搞得不优势了，这样对比起来，结果就齐平了。就比如我没有你聪明，我怎么超过你呢？把你弄蠢，我们就一样聪明了。所以有人诟病说他这个被提拔其实并不是太靠谱。那真正的原因，其实这幕后的事儿，微笑就不知道了。归根结底还是要有贵人相助，这种选拔体制说的好听点是需要伯乐的。2016年10月，苟仲文正式上任，走马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此时正值中国体育代表团刚从里约奥运会的失落中走出来，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比如羽毛球、举重和射击，表现都不太理想。那中国的金牌数呢，只有26枚。刚才说了，排名老3，那应该说苟局是肩负着重振中国体育辉煌的这个重任。那不知道他那会心情如何？作为一个外行人，或许是踌躇满志，那也可能呢心里七上八下。但是这个棘手局面到了体总这边一看呢，发现事情有点难办，
而且这事儿像鱼刺卡在喉咙里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领导班子里面，有一个人资历深厚，各方面都非常出色，而且是专业的体育人才，说的就是这位蔡菊。蔡菊以前是打乒乓球的运动员，后来当了教练，后来又做了体育中心的主任，再后来又升任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所以应该说，在这次总局一把手调整的时候，他也是个热门人选。但是咱们都知道，要当正部级的一把手，这个事儿吧，有时候还真不好说，毕竟是个行政机关嘛，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因素。所以蔡菊作为这个专业型人选呢，并没有被得到任用，而是空降来了狗局。那么狗局这个时候是一把手，但是他这个行政职务呢，是在这个蔡局之上。但是当时因为蔡局呢，他是中央候补委员，所以他的这个位置呢，还挺敏感。某些领域里面呢，他实际上他比这个狗局呢还要高一些。因为狗局当时之前他来提总之前，他是这个只是北京市的一个副部级的领导，所以他并不是中央候补委员。这个一把手的威信权威就非常重要嘛。那么所以实际上狗局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通过协调嘛，把这个蔡局请走嘛。蔡局作为这个年轻的这个副部级，也是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网红干部吧，年龄优势也有，正是信心满满的准备再上一个台阶呢。但是呢，被这个从天而降的狗局打破了他这个美好的期望。那么在这个狗局的活动之下呢，很快这个蔡振华呢是以57岁的这个年龄，实际上还是正当年呢提正部级，而且他的年龄比苟仲文要合适了。苟仲文当时已经59岁了，60岁就退休了，如果提不了正部那就没戏了。而那蔡振华呢是以57岁正当年的年龄停职交流，到了全国总工会担任了副主席的职务。职位本身虽然没有变化，但工作地点和岗位却挪了个地方。不过这已经不是他过去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了。那么从整体上来看呢，这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核心的一线部门，算不上一个特别要害的关键部门。所以呢，在把蔡局调走之后呢，在顺利的完成了领导班子换届之后呢，狗局也晋升为中央委员了，可以说人生已经圆满了，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那接下来就是要重组团队，搭建自己的班子了。说白了，就是把原来的旧势力都给赶走，让自己的人都上来。那这些个旧势力，主要的呢，就是已经提前卷铺盖走了的这位蔡局长的昔日下属们。这些人在国内，在体育界，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不懂球的胖子，于是狗局就想了个办法，把总教练负责制改为主教练负责制，一字之差，差之千里。这么一来呢，身为总教练的这个不懂球的胖子，他就被架空了，他没什么实际权利了，因为具体事务都由主教练负责，他这个总教练就高高在上了，反而一点实权都没有。接着又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任命成乒协的副主席，听起来像是提协了，其实从总教练变成乒协副主席了。实际上这乒协副主席他就是个闲差，是一个挂名。乒协当时18个副主席，但是呢，说实话，这个狗局也是初来乍到，刚进入体育这个领域，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这个事件呢，大家后来其实都知道了，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球迷们也是意见很大。最关键的、重要的是，当时乒乓球队的教练和运动员们几乎是闹翻了天，很多比赛都因此罢赛了，造成的影响特别巨大，而且还在微博上公开的发表各种抗议的言论。这件事儿闹得是沸沸扬扬，那实在是没办法了。后来实际上又把这个胖子重新给请了回来，把他从副主席升成了正主席。虽然远离了一线队，但是呢，经过后来不断的调整，他还是回到了乒乓球国家队，掌握了实权。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乒乓球这个项目对于中国体育界来说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通过这件事儿，狗局也是第一次见识到明星公众人物的这种威力，以至于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他曾亲口承认过，哎呀，说到体育这潭水实在是太深了。咱们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乒乓球这件事儿，还有一个就是2019年推行了一项体测制度，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就是他搞的改革。其实有些地方是有点失败的。2019年他引发的争议呢，就是体测的制度。当年9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傅园慧、王简佳和于依婷呢是在这个预赛中排名第一的运动员，但是呢都因为这个体能测试的分数比较低而无缘决赛，甚至最后连国际大赛的参赛资格都失去了，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在这之前呢，各个国字号的运动队在他的这番改革之下，都密集地开展了体能测试，包括象棋这类项目。
连这类项目的运动员也都要进行体能测试，那以此作为衡量比赛成绩的重要标准，多次登上热搜，这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我们接着说回来，就是那就任的左膀右臂基本上陆续都被斩断了。这个狗局呢，就把目光转向了总局体系内最具含金量的两个地方，足协和奥运。中国足球虽然是臭不可闻，但是足协确实是一块肥肉。就是因为中国足球虽然不怎么样，但是它毕竟搞职业化搞了快30年了。你甭管是伪职业化还是怎么样，当时还是金元足球大行其道，足球的这个职业化吸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当时社会资本吸的比较多，那这个产业呢，也是聚集了大量的财富。相对于其他这个体育项目都是国家给输血，足球这个项目它能吸纳的钱还是比较多的。光引援调节费，这个也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名目，各俱乐部就上缴了10几亿。这个相对冷门的奥运夺金项目，其实体育总局的资金来源很大部分是从足球这边来的，通过资金的统筹调配，再拨付给其他项目使用，扶持其他项目的发展。这可能让很多经常批评中国足球的朋友都意想不到的是，其实在奥运金牌的背后，足球也默默做出了贡献。就在这个狗局还在琢磨该派谁去接管足协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没想到，突然有人手持尚方宝剑，直接杀到了体育总局，走马上任，当上了足协主席。这人是谁呢？就是那位程序员。那可真没辙，验明正身，一看没辙，人家也是上面派来的，甚至可能这个更大的这个上级，那他只能是接受了。那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人来呢，是直接任中国足协主席。我们知道，其实是从当年王俊生开始设立了常务副主席主政的局面，就是原来年维四是主席辞职以后，是选择了王俊生来当常务副主席，然后由体育总局的当时的副局长就分管足协，在这个副局长就是袁伟民来担任足协主席，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格局。很多年足协的日常工作由常务副主席来主持，并且担任党委书记。那么现在呢，派来的这位程序员呢，目的很明确，就是来当足协主席的，但不是体育总局的副局长。到了这个时候呢，狗局毕竟是官场老手，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深谙安全之术之道。那你程序员不是足协主席吗？没问题。但是呢，你这个作为足协呢，你还得在体育总局的领导下，还得有这个分管领导。哇，还得指派一个副局长呢，作为分管领导来分管足协的工作。然后呢，我给他任命一个足协的党委书记。这样一来，你这个足协主席本身是党委副书记，还得在党委书记的领导之下，而且你本身的级别是正局级，人家那边有一个副局长，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是副部级，这位副部级干部就是分管你的。那这么一来呢，就把你闲置起来，把你给管住了。这是苟仲文耍了一个心眼，这样就形成了新的格局，就是分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兼任足协的党委书记，然后足协主席兼任党委副书记，这样一个双正职的局面就形成了。这跟以前就不同了，打破了以前的局面。应该说杜兆才的横空出世，以副局长之尊兼任中国足协主席，这个事情呢，就是他的级别又特别高，这让程序员感到相当棘手。但这还没完呢，狗局又点名让刘毅担任足协秘书长。这个足协秘书长实际上在足协内部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这下程序员环顾四周一看，好家伙，没一个自己人，那他也只能到其他部门再去掘金了，再挖点人过来搞自己那一套。说实话，这足协内部三言两语真说不清，太复杂了。足协内部的这个权力架构争夺，就是正经工作根本上就没人好好干，全都在折腾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就说臭不可闻的中国足球怎么冲出国门？说回正题，那么狗局在上台之初呢，也是大谈特谈足球问题。他认为中国足球不行，不是群众基础不行，就是国家队组织得不好，就一意孤行，重复操作很多以前都是被证明过失败的政策，比如什么长期集训，然后呢，他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使用那个奥运会上那些小众运动的那些成功方法来搞这个足球领域。体育运动、群众体育、业余体育、专业体育，再到职业体育，这是一层一层往上走的，最高级别的那就是职业体育。那我们擅长的一些小众项目呢，大多数职业化程度都比较低，有的甚至基本上还处在业余状态。那这些项目呢，我们用的是举国体制，通过集训来打造一批精英去打比赛。人家国外那些业余的、专业的，我们绝对是完胜的。但是到了职业领域、职业体育这个层面，你用这个方法去打，跟人家的职业化一比，就是完败。
这就是为什么足球我们打不过人家这支欧洲队伍，根本打不赢，甚至连日本、韩国都踢不过，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像我们总说男足水平不行，那女足以前挺厉害，怎么现在也不行了呢？因为咱们女足风光那会儿，世界上那些强队根本没几个国家认真搞女足，正经组建女足队伍的国家都少，人家连职业联赛都没怎么发展起来。现在看看欧洲的职业联赛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看看最近的女足欧冠一场球能吸引7、8万人，还有女足的英超联赛、女足的西甲联赛，人家的职业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这时候我们就不行了，我们女足现在就不行了，这就很明显了。依靠举国体制的力量，凭借专业的方法去打职业比赛，你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呢，狗局呢就重复这些以前这些个做法，就觉得咱们奥运会上这些个项目夺金牌的这些项目怎么成功呢？咱们就这么搞。包括他搞这个想在联赛中搞国家集训队打联赛，这都以前证明过不行的事儿。而且你跟职业足球是相悖的，人家一个足球俱乐部培养人，然后打联赛，就相当于一个企业。你把人家培养的精英拉过来，然后跟着你组成一个队，然后打人家，这根本就不合乎这个市场逻辑，不合乎经济逻辑。国家集训队打联赛呢，这个遭到了抵制以后呢，他就说想这个干脆咱们这个集中一个俱乐部，把它搞成这个国家队。后来他就找了上港，上港就没接这茬，上港没接这茬就找到了恒大，恒大就接下了这个任务。后来就出现了那段时间的情况，恒大是面向全国的争抢这些国脚，就是在组建这个国家集训队去打联赛，这个事儿就这么搞起来了。实际上根本就搞不好，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结果了，成绩没上去，然后包括什么杜兆才、程序员、刘毅、李铁这些人叽叽咔嚓的，包括足协的10几个中层干部全都进去了。这回轮到了狗局也进去了。咱们还得说说这个奥运的事儿。虽然足球关注度高，许多人觉得中国足球黑到没边儿，但与其他关注度低的体育项目相比，足球可能真不算最黑的。因为足球的关注度高，有些事官员还得顾忌，而那些如象棋协会等不被关注的项目，国家批了钱下去，没有人监督，往往是自己分了，根本没人管。所以中国体育的腐败绝非中国足球一家的问题。就拿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来说，他对体育事业的过错绝不只是折腾足球一块，他深知体总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奥运战略，否则体总1998年就可能被撤销。因此他认为别人可以批评唯金牌论，但体总绝不能跟风，因为那是砸自己的饭碗。狗局的工作一切围绕奥运夺金展开，所有资源都向奥运倾斜，他大幅提高了有希望夺金运动员的津贴，甚至比世锦赛冠军奖金还高。同时他成立了权力巨大的奥运备战办公室，专门负责调配一切资源。他将心腹刘爱杰调任主任，这个部门一时间成了各路角色争相拜码头的地方。正是在此期间，手握奥运资金大权的刘爱杰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皮划艇项目让商人段轩赚得盆满钵满，并收受段轩900多万人民币。如今这两人都已被查处。此外，去年8月，冬奥主任倪慧忠、负责冰雪选手入籍的胡光宇等多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倪慧忠负责的冬奥备战4年花费了100亿资金，可见一块金牌背后巨大的投入。尽管国家提倡过紧日子，但体育总局的预算支出仍在增长。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6.84亿元，2021年又增加6.3亿元的保障支出。这些钱都干嘛呢？大部分都用来买训练器材和聘请外教了。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做过这个生意，做过这种项目的这个生意的老板都知道，这个买器材这一块一直是榨油水、吃回扣的重灾区。另外，据江湖传言，这个狗局呢还是有一些特殊癖好的，虽然其自身相貌不扬，但是他还是挺喜欢美女的。体育圈可能跟娱乐圈没法比，是猛女多而美女少，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沙里淘金那还是能有些收获的。据说就有一个女教练为了保住这个热门项目主教练的身份，主动上门献身。还有呢，有女运动员就说为了一个奥运名额提一堆现金求见，是被拒之门外呢？拒之门外也暗示着送钱还不如送人呢。说这种事在圈内人人皆知，中国足球搞不上去的最大原因就是行政足球。行政足球不死，中国足球无望。其实中国足球体育界很多也是这种，就是说我们老觉得体育是一个很公平的事儿。你比如100米，那你跑得快你就是冠军，你跑不过他你就是老二。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有些那个项目什么乒乓球、
举重，特别是举重，其实比较明显，就是我们派谁去都拿金牌。在这个小项里面，我们有4、5个人都能拿金牌，那派谁去？那得看表现。所以说就是资源太多了，你能不能拿金牌，不是你自己努力实力的问题，是我给不给你资源，给不给你机会，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寻租门。那狗局上任6年之后，东京奥运会举行，中国军团是一扫里约的阴霾，夺得38枚金牌，比榜首的美国队只少1枚，重新夺回金牌榜次席，那真是扬眉吐气。刚才我前面说了吗？这个时候这个狗局的口碑是彻底翻转了，是翻转了。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金牌数的上涨呢？这很难说清楚。但是作为体总的当家人，论功行赏，那狗局自然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做首席的。但是这个狗局呢是45岁官拜副部，后面的路不太顺，就是到了59岁，眼看要退休了，卡点提拔的正部级，看上去是对体育事业有贡献的。但是没办法，年龄到线了，65岁了，只能退下来了。2022年，狗局离开了体育总局，转到政协去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了。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养老的职位嘛，也是正部级待遇，一点也看不出有表扬奖励他的意思。但是狗局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身后很快就掀起了滔天巨浪。3个月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体坛反腐风暴开启了，尤其是足球领域的管理层。这个无论是狗局当初的队友还是对手，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落马。深耕了多年的地方呢，出了这个地动山摇的大事儿，他能独善其身吗？所以不管狗局心里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起码坊间并不认为他能安全下马。在足协一干人被查之后，就一直在说，大家一直在说，后面还有大鱼，还有大鱼。在一个利益巨大的领域，腐败丛生的领域呢，长期执掌大权，没人会相信他身上是干净的。去年3月呢，北京体育大学的党委书记曹卫东落马，老曹跟狗局是莫逆之交。据说处于风暴中心的狗局呢，他并不甘心就此认输，他也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四处奔走活动，左右周旋打点，想方设法给自己解围。这其中呢，他还去找了以前那位对他有恩的贵人，但可惜的是，你这事儿现在是最高层亲自定下的调子，要来中国体育界反腐，所以他没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2024年5月30号，中纪委发出的通告，14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苟仲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靴子总算是落地了。苟仲文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而被查处的体育系统的最高领导，一个时代呢算是正式落幕了。但是呢，客观的说，体坛反腐并不会因为一个狗局的落马而结束，甚至有可能还是一个开端，后面还有多少余下，谁也无法预测。有人直接指出，某些人是体育转世，就是运动员或者教练出身的，后来转为体育官员的，还有一些具有世界知名度的这类明星级人物，可能已经处于高危状态了。今天狗局的落马并非毫无征兆，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根源难道仅仅是一人之害吗？说到底，现在这体育界的乱象根源就是10个字：求虚不求真，为上不为实。正是这10个字导致了足协系统出现了前赴后继式的瘫痪，也因为这10个字，体育界的腐败金额从100万级跃升至1000万级，从1000万级跨越到亿级。所以说狗局进去了，体现出了习总书记在“15+5”的新征程上，反腐力度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全面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执法，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建设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好了，各位朋友，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吧。我是微笑，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我们下期见。